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未来》的第1季第9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了班德禁不住诱惑，加入机器人教，最后竟然来到地狱的故事。麦迪逊立方体公园即将举办野兽男孩星际巡演。作为野兽男孩僵尸粉的弗赖表示，为了看这场演唱会，我已经等了1000年，那要不要喝一杯庆祝一下？当然。随即，班德抽动丁丁，一杯冒泡的黄色液体出品。这时，演唱会正式开始，野兽男孩出场，打算以一首校园经典说唱预热。莉拉表示非常惊讶，他们踩节奏的准确率竟然达到了80%。班德也认为能达到这种人还真是变态的存在。弗赖却嫌他们太叽喳，说什么屁话，还不快来一起摇摆？趁现场气氛逐渐高涨，组合成员随即来了个人体冲浪，这更让现场气氛步入了高潮。来吧，让你们见识一下1999年的人是怎么蹦迪的。随即，弗赖冲进了摇摆的人群，和着节奏晃了起来。可莉拉这边却想开游现场，几个闷骚男一直往他身上撞，但老虎的屁股最好还是不要摸，要不然分分钟上演武打动作片。欢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野兽男孩们退场，演唱会宣告结束。没想到班德却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小芳。你最近在干嘛？哦，我现在跟着乐队混，做音响什么的，有内部关系就是不一样。小芳直接带着3人来到了后台，这显然引起了野兽男孩们的不满，他们摆起了架子，公众人物禁止骚扰。而对于僵尸粉的弗赖来说，他根本不建议热脸贴冷屁股。趁着2人聊天的间隙，小芳表示后面还有更好玩的东西。于是小芳带着班德来到了一间小房间，只见3个机器人轮番抽搐，并且乐此不疲。嘿，这算什么好玩的？没酒没妓女，几个大男人抖来抖去。小芳不想和他废话，即刻上前爽了一把，想来感受一下嘛。不是我保守，是妈妈曾告诉我不能接触带电的东西。妈宝男，胡说，就像谁不敢似的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未成年，班德果断地插了进去。没想到一阵抽搐后，班德顿时感觉自己身轻如燕，好似飘飘仙子。可正在兴头上，小芳拔出了插头，并提醒他适可而止，不可过量，否则会有瘾的。上瘾，我班德从不曾迷恋过什么。有了第1次以后，班德一发不可收拾。第2天，借着出来办事的名义，拖上弗赖，又来到那个让他痴迷的地下场所。他忽悠弗赖要下去尿个尿，拿着这一尿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精神抖擞的去却是扶着墙出来。由于体力不支，他瘫倒在了下水道旁。这时来了个教士，这位兄弟印堂发黑，他是有胸罩啊！照你个大头鬼，老子给你脑门开光！圣经人摇头离开。你认识他吗？他是你妈啊！公司里，赫米斯发现了电表异常，上个月都才用30度电，这个月怎么突然指标1000度？眼下我严重怀疑你，约翰。这时弗赖和班德回来了，艾米主动和班德打招呼，没想到班德却甩出来一句：“老太婆说个球！”这一反常表现很快让班德成为了偷电嫌疑人，但弗赖却坚信班德干不出那种烂事儿。莉拉打算前去看看究竟，狗子出来！难道你在里面吸那啥吗？没等到班德，却等来了派送。这次的任务是去一个充满暴徒的星球送快递，没曾想到班德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出来了。我爱我的工作，我爱我的祖国。请允许我去准备一下。3人按时上路，你有没感觉少了点什么？是少了点班德的上蹿下跳。弗赖立即呼叫班德，哪晓得班德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叫你爹地干嘛？突然，莉拉告知2人，前方有电子干扰，他得想办法避开它。而班德却悄悄地走了出去。他在引擎上动了手脚，飞船直冲电场。班德站在飞船顶部，放声大叫：“来吧，让火花来得更灿烂些吧！”如此强大的电流使得班德下肢瘫痪，还是艾米用电钻将他抠了下来。对于班德的种种反常现象，大家决定对他展开批斗大会，不仅偷电，而且还偷上天了。你不要命，我们都不要了吗？而这一次，班德对于大家的指责并没有暴跳如雷，他像淹了气的气球，选择在深夜里自省，而身体的惯性却将他再次带到那个熟悉的地下室。他看了看眼前这个阴暗嘈杂的地方，又看了看身后那个灯火明亮的圣殿。这次，班德走向了殿堂，一阵激烈的快感后，班德为此感到不耻。我在干嘛？我这个瘾君子！这时他却发现了圣殿里的传道教士。我的主，我的慈父，犯下滔天大罪的孩子向你悔悟。我的主，求你垂怜宽恕，便赐予我救赎。突然班德从天而降，救我！公司赫米斯正在主持节俭大会。首先，我们应该降低伙食标准。你这是虐待！这时班德哼着小歌走来。大家早上好，你可爱的小班德上线。可弗赖似乎还在为班德之前的偷电行为感到不耻。你不会又是回来偷电了吧？不，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，我找到了信仰。大家纷纷表示，这还算是浪子回头，所以我盛情的邀请你们来参加我的洗礼仪式。人都开口了，也不好推辞，于是大家来到了教堂。一番振奋人心的入教开场白后，教士郑重的问班德：“你愿意投入教会冰冷的怀抱吗？”“是的，我愿意。”于是班德郑重的按下了全自动洗礼键。最后，圣经人为他焊上本教的标志。我这里有点痒哎。
为了感谢大家的赏脸，班德很懂行的请大家吃个法餐。先生想喝点什么？不，酒会扰乱心智。今天喝陈年的矿物油，健康实惠。随即服务员开始上餐，饿了一下午，就等这一口了。班德却立刻打住，我们来做个餐前的祷告吧。一段叽里咕噜的胡说八道后，大家以为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没想到还没有完，相聚是缘，让我们拥抱彼此吧。然后就不能好好吃个饭吗？回到公司，班德将他的感化教义遍布每一个角落。莉拉终于憋不住了，是时候让他找回小猪多人运动的心灵了。借送快递的名义，两人骗班德去了男人的天堂大西洋城。但就算两人用班德最喜欢的烟酒，甚至是青楼女子引他上钩，他却依旧畏缩不前。班德非常纠结，往前一步是快乐，往后一步是伟大的主。来吧，释放你心灵的罪恶吧。随即班德成功入坑，他甚至忘我的扔掉了教会标志，但往往乐极生悲。班德醉生梦死的躺在温柔乡中时，一位不速之客进来敲晕了他。原来这位来客竟然是魔鬼机器人。班德被带到了地狱，面对突然消失的班德，弗赖和莉拉表示非常诡异。这时尼卜勒却告诉莉拉，他闻到了班德的机油味。于是尼卜勒带路，两人踏上了寻找班德的路。而班德正在接受背叛教会的惩罚。班德表示，我很怕，可不可以现在退教呀？不可以，你同意入我门的时候就已经卖身于地狱了。一旦你有背叛行为，你就得下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在尼卜勒的指引下，莉拉和弗赖成功进入地狱。原来传说是真的，还离我们这么近。而还没等两人细看这里，脚下的机关被触发，他们一起下了地狱。而班德已经展开了惩罚模式。突然弗赖和莉拉赶到，班德你好吗？不，我痛苦极了，他们没收了我的颜色周刊。随即莉拉对魔鬼机器人发起挑战，说吧，要怎么样才会放人？魔鬼机器人回答，如果你们能在小提琴比赛中赢过我，我就可以放过班德的灵魂，甚至你还能白捡一把纯金小提琴。但如果输了，也不是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，还是会附赠一把纯银小提琴。不过我会杀了弗赖。好，成交，反正又不是杀我。随即比赛开始，而魔鬼机器人完全是专8的水平。完了，死定了，轮到莉拉了。她硬着头皮接过了小提琴。文的不行，就来武的。魔鬼机器人随即被打倒在地，三人仓皇而逃。给我抓住他们！班德就地取材，操作了一对天使的翅膀，却没想到班德顶着光圈，那一刻他仿佛就是天使，但伸往天堂的门却快要关掉了。班德加把劲，你行的，那麻烦你扔掉你手中的琴好吗？负重降低，三人成功逃脱。班德顿悟，从现在起我只做自己。班德在同学小芳的影响下染上了电影，为了得到救赎，他加入了教会，并且教会也真的改善了他。而这样的班德却不是班德了。为了让班德找回自己，莉拉弗赖设计换回班德的本性，这却让他们偶然发现了教会背后的秘密。古人云，克己复礼，无非就是告诉世人，凡事都不可为所欲为。但世人偏偏最难做到的就是战胜自己的欲望。班德为了一时爽快，尽管知道有违本性，但他依然在欲望的漩涡中翻转，并且屡试不爽。失足之人大都渴望被救赎，所以绝境的边缘，班德将希望寄托给了教会，但却不知这才是地狱的深渊。从此他的思想、行为甚至是习性都是来自于教会，也可以说是为教会所操控。而救赎却并不是照着别人给的方式而活，善恶不过一念之间。而苟同与真我亦然，因为人生而不同，所以这世间才会有酸甜苦辣。凡事不要太过苛求完美。所谓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而湿热的鞋子终究会在艳阳天里晒干。愿你成为那个提着鞋子等来艳阳天的人，愿你独立且骄傲，虚心且明理，还有永远做那个最特别的自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